大家好，欢迎来到面具人的频道，我是 Sandra。2022年6月 ，Twitter 和 Square 的创始人 Jack Dorsey 他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 Web 5。你可能会想说，现在大家才在讨论 Web 3，怎么就突然蹦出一个 Web 5了呢？而且那中间消失的 Web 4去哪里了？今天呢，就让我来科普一下 Jack Dorsey 所提到的 Web 5究竟是什么吧。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加密项目都选择使用所谓的 Web 3概念，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Web 3需要依赖以太坊或者是其他支持智能合约的区块链，以更加便捷的满足可编程性要求和 token 的支付。但是 Jack Dorsey 他似乎并不认可这样的想法。他试图在比特币网络上建构 Web 的组件，那这种策略呢，通常不是区块链应用程序的理想选择。而且他也创建了一家开发区块链驱动金融服务的企业，那这个企业平台呢，称为 TBD。从技术上来讲的话 ，Web 5呢是比较专注于个人的身份，而不是 token 化的支付。简单来说呢，就是 TBD 计划建构一个去中心化的 Web 平台，让开发的人员使用中心化标识符以及去中心化 Web 的节点，来创建去中心化的 Web 应用程序。从实际的意义上来说 ，Web 5希望解决现实个人数据保护的问题，确保那些不会将这些数据出售给第三方。那这个项目的宗旨呢，就在将去中心化身份和数据储存带入 Web 应用程序，同时呢，又能够将数据的所有权归还给用户。那在如今的 Web 模式里，人人都是用户，但是人们并没有拥有自己的数据或者是身份，基本上都是企业为人提供账户。但是相对的，我们的个人资讯和各种数据呢，也会被 App 储存下来。但是 Web 5提倡的呢，就是个人的数据由个人控制。这些数据呢，可用于个人和社交通讯、金融交互以及其他所有的 App。为了创建一个以个体为中心的全新的 App 和协议类别，我们必须要让人们自己拥有身份，并且掌握对自己数据的控制权。以下呢，就是我统整了 Web 5的3个核心。第一个呢，就是去中心化身份，意思就是自我控制的身份能够支持去中心化身份授权和路由。第二个呢，是可验证的证书，意思就是呢，替那一些密码表示和验证声明提供一套标准的数据模式。而最后一个核心呢，就是去中心化 Web 节点。也就是说，数据的储存和消息的中继节点将作为去中心化 App 和协议的基础。那前面提到的去中心化标识符包含了以下几点，像是标识符将自主生成、自主控制，以及没有中心化提供商和授信的机构，也没有特别实用型的 token 或者是主观的共识，而且它们的 ID 是可见的。而去中心化 Web 节点呢，是一个新兴的数据储存和中继标准，它支持了任何类型的实体，比如说像是个人、组织等等。那它可以发送或者是储存加密数据以及公共消息，也可以为那一些基于节点建构的各类去中心化 App 和协议提供支持。主要的特点呢，包括像是普遍可循地址、语义的发现、可复制、安全、支持任何身份类型。Web 5之后呢，也预计推出一个身份的钱包，具体的功能包括像是数据的管理啊、去中心化身份功能和授权，以及证书的功能和语境的管理等等。去中心化标识符和中心化 Web 节点结合在一起之后，将会构建出一个支持 DID 的安全即时通讯、数据分享和证书交易的网络，可以用这些所有类型的语义数据的通用标准取代一次性的协议交换。那总结来说呢 ，Web 5的最终目的就是将数据和身份管理归还给用户。那这里我举2个例子，让大家能够更加的了解 Web 5的运用。假设小明他今天拥有一个数字钱包，安全的管理他的身份和个人的数据。那小明今天登录到一个新的去中心化社交 App 时，由于他先前已经有将他的个人数据储存在这个钱包中，那他只要连接到他的钱包到这个 App 上，这样他就可以省掉一堆的时间重新验证身份以及创建资料。透过 Web 5，
小明呢可以随时的切换应用程式，更换他的社交角色。那另外一个例子呢是应用在音乐的 App 上。通常我们下载一个新的音乐 App， 我们可能就要通过时常播放音乐来让数据有资料，抓到符合我们每个人个人化的音乐。但是每一次下载一个新的音乐 App， 这些事情就要不断的重复一直做。那同样的音乐可能就要一直重复的播放，才能够让数据抓到准确资料。那如果今天我可以将这些数据保存在我的去中心化网络节点中，通过这样的方式，我是不是就可以更加快速的授权给任何音乐应用程式来访问我的设置和偏好的权限呢？虽然说现在 Web 3也没有完全的落实，而 Jack Dorsey 就这么快的提出了 Web。虽然说 Jack Dorsey 他并不喜欢 Web 3的这个概念，甚至他长期以来是一直保持着批评的态度，而且他还在 Twitter 上面用 RIP Web 3这样的词语去抨击那一些 Web 3的投资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Web 3在未来一定也还会是一个趋势。那至于 Web 5的到来呢，究竟是否有那么快，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今天的分享就告一个段落，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订阅面具人频道，这样才不会错过每天最新分享。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